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诺曼的发型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男生自然卷搓印法该如何做修剪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，先订阅这频道。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模特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模特的状况呢，它是有一点自然卷的，然后头发比较粗硬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两侧啊，它是比较蓬的，以及后脑勺的部分，它这一块比较容易乱翘，这是一般男生搓印法长长之后很常见的样子。不想要在长度修到太短的情况下做一点修剪，那今天就会分2个区域做修剪教学给大家。那我们今天使用的工具啊，会有大电推跟小电推。公分套的话就是用6mm 的部分，剪刀的话我们会使用6寸的平剪以及15% 的打薄剪。然后小工具的话，记得水枪是一定要的，然后再来剪发梳、月牙夹，还有像这种分区夹，大家都可以准备一下。好，在剪发开始之前呢，我们会建议先在这种搓印法上啊，先把头发稍微喷湿，这样我们等一下再用电剪在剪的时候，才不会容易卡到头发。我常收到同学们的疑问哦，觉得我们的电剪去推的时候很容易咬到头发，会非常的痛。那大家可以在剪发之前，先把头发稍微喷湿，喷到不要滴水的那种湿就可以了，然后再去操作，这样效果会比较好一点。那我们先把头发喷湿。好，头发都喷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先找到我们头角的位置来做一个分区。头角的话，你可以用手这样轻轻的摸下来，找到比较凸的位置，我们直接在这个凸点往前划分夹起来。像这样的分区啊，整个下摆处就已经露出来，我们可以先做修剪了。那在修剪的时候啊，我们记得啊，我们头角以下2个指节不要修到，我们主要针对这4个指节去操作。这2个指节先预留起来，我们等一下做连接的，所以我们要修的就是以下我梳子往下这一段，我们可以先修短。那如果新手要操作的时候呢，我可以建议你可以把梳子反过来，用梳背这里稍微压着，那再使用电剪去做推的动作。这样的动作呢，梳子就可以比较好的去预留到我们头发的空间了。那预留完，我们就顺着这个位置，顺顺的往后去做一个推的动作，然后把下摆的长度先都修掉。下摆这边都是我们没有要预留的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很大胆的直接把它去除，像这样的位置去除出来，然后连接到后部区的这一块比较多的头发，我们也把它去除掉。然后梳子一样，这样顺着这一条线压着，由下往上去除。好，到这边第一个步骤就已经完成了哦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下摆的长度啊，已经明显跟上面是有落差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公分套就先拿起来，我们使用梳子去做连接，这样推的话才不会让旁边推到太高太空，那也可以做到一个头型的预留。我们梳子使用的话，它其实是下面是贴在我们的头皮上，上面有一点空间，大概1个手指预留的弧度这样。然后我们在连接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从耳朵的位置当起始点，往前连接跟往后连接。我示范一次给大家看，从耳朵上方梳起来，把多余的长度去除，往前面做连接。好，连接完之后呢，我们从耳朵上方往后做连接，耳朵上方开始把角度稍微修掉，然后慢慢的往后连接起来。然后梳子的话是往下斜45度角，你在输入头发效果会比较好，也会比较柔和，比较不会有那种断层的感觉。很多同学在私讯上有询问到，就是怎么剪完不会有断层。那记得你的梳子不要是平的，这样推很容易有断层，一定要斜的45度，像这样去顺着头型，因为我们头是半圆弧的，所以你要顺着头型这样去修饰，这样剪起来的头发呢，可以达到一个很柔和的一个效果。好，以上我们完成这2个动作，旁边的修剪就已经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使用小电剪把轮廓再让它利落一点。大电剪工作完成了，我们接下来换成小电剪，它的尺寸是有差异的哦。最重要就是它在
它的垫片的厚薄度有落差，所以它剃起来的利落度，小电剪会比较利落一点。然后在推的时候，顺着轮廓，把它的一些小汗毛修掉。然后耳朵这种多余的头发，刚刚没办法修到的长度，用小电剪把这种头型的分线刻印出来。耳朵这里压一下，颈背这边的位置啊，我们可以把小电剪反过来，用切的方式压下去，把这条利落度的刻线做出来。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拿出刷子把一些头发刷掉，这样我们侧面区就完成了。那另外一边，大家看一下，还没有剪的头发，它就是会比较乱一点。这样处理完之后，你会觉得两边侧面到后面就会比较利落的效果。那我们另外一边用一样的手法去完成。好，我们两边已经处理完了，大家可以看到跟原本有什么差别？是觉得这样修完啊，脸型会整个变瘦，视觉会拉高的效果。因为两侧比较蓬的这一块啊，已经收进去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刚刚夹起来的头发要做一个基础的连接。如何连接的好，让它头型看起来更圆润、更饱满。好，那第二个步骤呢，我们要连接的话，建议大家就可以拿梳子跟剪刀，然后去做一个连接的动作。因为我们接下来连接呢是做一些细部的调整，所以啊，你用剪刀控制呢是比较好的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哦，像这边头发是有一点凸出来的，那这一块就是我们要做连接修饰的位置。那怎么连接呢？梳子由下往上梳上来，看到这多余的头发，对不对？我们直接修剪掉，平行修剪就可以了。然后到转折处一样梳上来，连接刚刚的长度，修掉这个多余的角度，这样它的柔和感就会好很多，对不对？那慢慢的用这方式连接到后脑勺的区域，梳上来，把多余的长度做修除。然后到后脑勺的位置啊，头发会比较多，一样做修除的动作。到这个动作都完成了呢，我们接下来把剪刀换成打薄剪，再来一次这样的动作。这个时候我们换出我们的打薄剪哦，一样梳上来，在尾段这里调1、2、2下，制造出它柔和的效果。然后到转折处也是一样，梳上来，1、2。在发尾末梢哦，末梢就好，这里1、2，好，这样修剪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还没修剪的这一块就会比较厚重，比较蓬，然后另外一边这里就会糊进去的感觉。那我们接下来用一样的方式把这边操作起来。好，第二个区域连接已经完成了哦。最后呢，我们就来帮他把刘海稍微修剪一下。其实它原本的刘海呢，有一点长短不一，有一点乱。那我们把刘海稍微连接起来，那把它顶部跟刘海做一点调亮，让它束感再明显一点。好，大家如果遇到这种刘海长度是比较乱的呢，你可以先找到最短的位置，然后把多余的长度先平行去除，这样才不会剪掉太多头发。除非他头发想要留短，不然的话，你像这个型去修，把它修整齐就好了。之后呢，我们再来梳子抬高角度，做一点点剪。制造出线条跟空间，梳起来，点剪，这样它刘海就不会很齐的那种感觉，它会有一点层次感。好，刘海稍微修一下，你会觉得这样看起来就比较顺眼，不会那么乱的感觉。最后呢，我们在顶部区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打薄，就可以完成这款发型了。那这个打薄怎么做呢？我们做平面式的内层打薄，那我就分享这技巧给大家。只要让模特头往前低一点点，那我们在这里直接画一条平行分线，拉起来，把头发往后拉哦，然后打薄剪接近发根，1、2、3、4。这个技巧呢，主要是针对像这种自然卷，头发内层比较容易乱的，所以我们在里面做一点打薄，让它空间少一点点，这样才不会说一团头发变得特别塌。特写给大家看，来平行分线，手伸进去，拉起来，来剪刀从发根进去，1、2、1、2、1、2，这
这样就完成了哦。刚剪完头发可以用这种夹子先夹起来，然后我们继续下一片，提拉起来，根部处1、2、1、2、1、2，这样在中间1、2、3个点都做一点调亮。好，到这里打薄就完成了。好，现在剪法到这里都完成了，等一下帮他头发吹干给大家看成型后的效果。那这一款发型呢，直接简单的吹干就可以成型了，也不用刻意去抓。那如果今天呢想要比较有造型的话，可以加强一点线条在上面，抓发蜡或发泥都是可以的。我再重复一下今天的剪法重点。今天呢我们使用是6元的公分套，那用大跟小电剪去做侧边跟后部区的修饰。那我们先把侧部区下面4指的位置先做修除，修完之后呢，先做连接。连接完成，用小电剪把轮廓修出来。接下来再拿出我们的6寸剪刀去做一个两侧的连接，让它不要蓬蓬的。再来调整轮廓的长度以及刘海抬高角度，做一点点剪的动作，让它比较柔和。最后就是一致的打薄效果。以上这几个流程就可以完成这一款发型了。你学会了吗？今天影片分享到这边结束了。对今天的内容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再拍影片跟你分享。对今天使用工具有兴趣的同学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做购买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建议喜欢，这边附上 IGFB，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或跟我约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